见鬼了！我是你妈妈的亲妹妹，我叫秦可，以后你可以叫我小姨。这个房子和里面的家具都是我姐置办的吧？她过世了，里面的东西应该由她的配偶和子女继承。什么时候轮到你这个老乌贼到处乱喷？搬回去！跟你妈妈很像，是不是？王美兰那么害怕，一定是心虚。思思，知道妈妈是怎么死的吗？就你这个乡下人，就是你装神弄鬼吓唬母妈。你露个肩膀头子，拧个胯骨轴子，在这咧咧什么呢？我们家什么时候轮到你这个外人说话了？我确实有话要说。你不是说我是外人吗？那咱出去唠了。我今天刚剪的头发。呀，掉头发这么严重啊？你早说呀！你快死了，我就不评价你这青楼凤的衣服了。能享受几年是几年。你小的哑炮了，大的吭声了。妈，他这么嚣张，不就是因为家里没个女主人吗？等我哥再娶一个，把他名正言顺从家里赶出去。儿子，妈早就跟你说过了，得找个门当户对的。这是你赵阿姨家的女儿娟娟。妈，秦晴刚走，这么快相亲，是不是不好啊？呸！怎么不提她？她福命短，妈就喜欢这有福相的、孝顺的。听说过裹小脚的，没听说过裹小脑的。你家有皇位要继承啊？咋的呀？我姐刚走就出来相亲。你说谁？上次你打我的事儿，我还没找你算账呢。今天你要是敢动我一根手指头，我不把你裤衩子薅掉，都算你裤腰带扎的紧。老公，送客。这怎么可能？哥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结了婚还出来相亲，你们这家人是不是有病啊？儿子，你是不是想要气死我？你要是把他弄进家门，你就别认我这个妈。这么怕我进门，是不是心虚呀？你什么意思呀？我姐不是你害死的吗？哎呦，你要死啊！疼死我了！对不起妈，我帮你擦。哎呦，怎么拿厨房的抹布把我擦脏不脏呀？妈，我去换干净的。你看看，我身体不好，最怕灰尘。这家里还有一块干净的地吗？你是不是想气死我呀？对不起妈，我真的对不起。哎呀，好了，别说了。哎呦，别在我面前晃来晃去，我嫌烦。哎呦，这血压要上来了。走。妈，就你事儿最多，就你。我要妈妈！哎呦，愁死个人了！都说不要哭了。妈妈，你没有妈妈，你妈妈死掉了。思思，不哭。妈，你们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我姐不是冲动的人，怎么可能因为被关在阁楼就发疯撞门？
明明是你们害得得了抑郁症，他才在密闭空间里恐慌发作的。我非要留下查出真相不可。你们是癞蛤蟆耍其他，长得丑还玩得花，以后我陪你们玩。自从我姐去世之后，思思就不肯开口说话了。这是创伤应激障碍，应该是这个环境让她没有安全感，所以才会拒绝沟通。是啊，这个家里根本没人在乎思思，钟夜就是一个和稀泥的软蛋。但是她在你身边就很安定啊，有你陪着她，慢慢会好起来的。这些都是在我姐的床头柜里发现的，你看看都是些什么？伏羲汀，这是治疗抑郁症的药啊！抑郁症，我以前都没发现。别自责了，我把单子拿回去研究一下。哟，居然敢背着我儿子偷人！要我看，就应该把你捆到大街上乱棍打死！你可真能叭叭，套着个七人装就想当僵尸了？可惜姑娘我手里没黑驴蹄子，要不非从你嘴里伸进去，把脑子掏出来看看，你们装的都是些什么玩意儿？封建糟粕！我找你是有正事儿呢。你看这个月电费多了多少呀？你要死啊！有那么多电？我看是有的人心眼黑，所以才见不得光吧。我儿子虽说是大企业家吧，也经不住你这么浪费吧。你真是个没心肝的，我可心疼我儿子。我看你是千年的长虫愣装聋，真能瞎扯，还大企业家。要不是我姐的嫁妆，你们哪儿有钱买房子投资开酒店？哎，你花我姐钱的时候，没觉得我姐坐你肩膀头子上插你肺管子呢？我不管，电费超了，从今天开始，晚上9点之前必须关灯。嘘，小声点儿，我妈他们都在家。哎呀，再让我看一眼，就一眼吧。我姐的抑郁症肯定也有你的手笔。你这么爱表演节目，我给你整个大舞台。这天都黑了，饭也不做，打扮成这样干什么去啊？我们老家有一个老太婆活了100多岁，你知道为啥吗？为什么呀？因为她从不多管闲事。对了，我放在桌上的房卡你看见了吗？你的东西我怎么知道？上钩了。房卡，这小蹄子该不会去偷男人吧？哼！钱可在哪个房间？对不起，我们不能透露客人的隐私。我可是你们股东的妈妈，这工作不想要了？在8楼的 VIP 套房。儿子，快来8楼 VIP 套房！你媳妇在尬姘头。哎呀，怎么还不来啊？人家订的可是 VIP 套房，床又大又软哦。我开个直播，看以后请客怎么做人。妈，不好吧？哎呀，你别管，开门开门。我开直播，走。妍妍，怎么是你？你在干什么呀？你妈，我都是成年人了，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。这是怎么了？明明订房间的是你到底什么决心啊？这是我们自家的酒店，
我来视察一下，有问题吗？妈，你和小姑子在这玩草船借箭呢，我可不是草船，您这箭别往我这儿发。咋了眼儿？出去洗个澡，资金链都洗断了，这晚上咋还干上兼职了呢？秦可，你少插嘴，关你屁事！我打死你，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！热热闹闹的才是一家人嘛。你何必这样折腾他们呢？他们从前怎么折磨我姐，诽谤我姐，你不知道？可是你姐她确实是意外过世的。一个正常人怎么可能在阁楼里失控？明明是你们害她得了抑郁症，她才在密闭空间里恐慌发作的。你明明什么都清楚，却还要装聋作哑粉饰太平。不管怎么说，他们都是我的家人，你也不能太咄咄逼人了。我姐才是那个应该和你相守一生的家人，怎么不见你呵护她？经过今天这个事儿，我妈高血压犯了，明天你能不能替我照顾她？算我求你了还不行吗？行，明天我做饭，就怕她不敢吃啊。炸蚕蛹，捏一炖茄子，东北大血肠，烤毛蛋，哦，还有一个溜达鸡炖蘑菇。不过你们得等会儿，鸡还在炖。这些东西怎么吃啊？那个缺硒才会吃了。哎呀，这可是我们东北的补品，您张开嘴往里炫就是了。你故意整我们的是不是？要不是你设计我现在怎么会连门都不敢出？你真是老太太喝稀粥，无耻又下流，舔着你那40两斤的一张大脸，显得你大户型啊！自己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儿，怎么往别人身上来？我不管，我不吃。哼！哎呦，我的水去流桌面！今天你必须吃，不然我把你刚做的指甲给撅了。吃！我今天呢有个老姐妹的寿宴，缺个拎包的，要不你跟我去，我也让你看看什么是像样的酒席。妈，我也要去。你的视频都在网上传开了，怎么去啊？手脚麻利点，我这次带你出去啊，是给你长长见识。看你这穷酸样，净买些没用的便宜货。我要是不打扮的像样一点，钟家的脸都丢光了。老年酒沾上点海水，还真能自己当海鲜。这可是日本带回来非常稀有的紫珍珠，贵得很。小地方来的，和你姐一样，真是没见过世面。你还杵在这里干嘛呢？还不去收拾收拾？你这个德行出去，不是丢我的脸吗？哼！我说美兰啊，你家媳妇儿也不年轻的，趁着她最佳生育年龄，再给你们生一个呗。什么叫最佳生育年龄段啊？您家基因保质期那么短呢？听说你们婚礼还没办呢，我们这里可不兴彩礼呀，反正彩礼也只是个形式，早晚不还得一起用吗？吃饭也是个形式，早晚还得拉。您怎么不直接吃屎呢？你怎么这么说话呢？哼，急匆匆的，空着2个手嫁进来，是不是身体上有什么问题呀？想当年你姐嫁进来的时候，陪嫁1栋房子和500万现金呢。您这算盘声，隔条街都听见了。您竟然知道钟家的一切都是我家的，怎么还舔着脸跟我妈这个一穷二白的臭老太太玩啊？可，我这2姐妹呢都是直性子，都把你当亲闺女，有什么说什么，别往我身上扯呀。哎呀妈，您说这巧不巧？我也脾气暴，也把大家当亲妈一样对呢。伶牙俐齿，真是一点亏都不吃。美兰，你这项链挺贵的吧？看上去挺贵气的。
我这儿媳妇不争气，我这当婆婆的还不得出来争个脸呢？妈，请喝茶。哎呦，你想烫死我呀！哼！哟，美兰，怎么2-3万的高档货怎么褪色了呀？哎呦，美兰呀，你要是缺钱嘛，尽管开口嘛，我们都是亲戚，又不是掏不起，你也没必要拿着假货来显摆呀。到底怎么回事？哼！日防夜防，家贼难防。妈，你这嗑唠叨，我听不懂啊。哼，我拿你当亲闺女似的，你这个下贱东西，居然敢偷我珠宝！妈，说话要讲证据。一会儿我要找出来，看你的嘴还硬不硬。哼！呵呵，还说不是呢？不是你还有谁？钟远，要死啊的！我让你卖我首饰！我让你卖我首饰！你个死丫头，居然敢卖我的首饰！妈，我再也不敢了！妈，我再也不敢了！你个死丫头！又是你！我不过是在逛超市的时候，刚好看到你进了典当行，人啊，这好奇心上来，压都压不住，就跟进去喽。气死我了！你，这个家，我以后再也待不下去了。都30好几的人了，还玩离家出走这种戏码呢？气死我了！你这又不上班又不赚钱的，吃那么多肉干什么呀？首饰被亲闺女卖了，就精打细算到我头上来了。净说些没屁哥伦嗓子的话，膈应人。哎呦，你有没有素质呀？一上饭桌就是是呀屁呀的。我就是一俗人，你要是忍不了，就下桌找个地方接着去。你也是第一次当人家媳妇，很多地方都要学着点，不要天天就知道对着我。妈，那你是嫌我履历不够喽？要不我出去长长经验？哎呀，别吵了，思思还在这儿呢。来，儿子，你吃，多吃点啊，你最辛苦。哎呀，行行，你吃，那你去给我拿个勺子呀。没有肉吃，我喝点汤总可以了吧？你腿咋的啦？点穴了？你自己不能去啊？不是，你咋像个 NPC 似的呢？我一靠近你，你就有任务啊你？你是那脑单细胞软体动物啊？全身上下除了嘴之外就瘫痪了？说不过你，我说不过你啊！儿子，那个芊芊从国外回来了，她说晚点来看我们。芊芊是谁？这几天辛苦你照顾她了，心理辅导中心把她照顾得挺好的。没事，我去了单子上那个医院，托了点关系，打听到说你姐先是得了产后抑郁，虽然一直在积极治疗，但是情况却越来越糟糕。在这样的环境里面，怎么可能不糟糕？我问了主治医生，医生说在晴晴去世之前经历过一次严重的刺激。思思啊，告诉小姨，妈妈最近有遇到什么特别的事儿吗？这是妈妈的旧手机。她是芊芊，来，过来坐。你是芊芊和我们家钟业是青梅竹马，上市公司老总的女儿，刚刚从美国回来。
要不是当初你姐死缠烂打，像你们这种小门小户是进不了我们钟家的门的。妈，你也太健忘了，你家这门是我姐置办的。贤小，你出去啊。干妈，咱就不要跟这种下等人生气了，气坏了身子可不好。还是你懂事听话，是我们钟业呀没福气。哥哥这么优秀，难免就会有些野麻雀妄想攀高枝。不过我相信哥哥一定会做出正确的选择的。臭鱼烂虾，还彻底把自己当盘菜了。一点规矩都不懂，我都来这儿这么半天了，连杯茶都没泡。要换作是别的客人啊，该说我哥娶了个没教养的老婆，连累我哥的名声了。哎，听到没？你老妹儿要喝茶，怎么一点眼力见都没有？你也别闲着，去把水果切了。哎呀，你和钟业是什么关系啊？情人、姘头、不要钱的床伴？哎呦，真是没教养的乡下人！你怎么可以这么说芊芊呢？你竟敢侮辱我！我看你倒像个不干不净的下贱坯子，费尽心机的想要嫁进来。亲吻干哥哥，还发照片给嫂子，到底谁下贱？哦，他们俩从小感情很好的。哎呀，这亲一下怎么了？是他自己心眼小，抑郁症发作，他命薄，他活该。他命薄，你命硬呗。那今天我倒是要看看，是你的命硬，还是我的刀硬？啊？干妈，现在新品刚上，您看看有哪件看得上眼的？您穿上之后雍容华贵，好像贵妇一样。哎呀，还什么贵妇呀？我不过是个普通老太婆罢了。你好，既然我妈喜欢，就包起来吧。哎呦，这不合适吧？话不能这么说，送妈妈的东西啊，哪有在乎价格的？再说了，像您这么有身份的人，当然要穿件像样的衣服，才配得上你嘛。哎呀，这是不像某些人啊，要钱没钱，要心意没心意，也不知道杵在那边干什么，还不过来接衣服？这个，还有那个鳄鱼皮的手袋都包起来。你疯了？这家店很贵的，你在这里装什么冤大头呀？今天不是白小姐买单吗？不是她说的价格不是问题吗？怎么，你不愧是狗掀门帘子全靠一张嘴吧？钱当然不是问题了，我怕你拎不动。嗨，大妹子，去年我爸买了200斤大白菜，车都是我卸的呢。行，那都包起来吧。真给我了，不后悔？都给你了，反正也没几个钱嘛。那就谢谢白小姐送我的礼物喽。啊，这些呢，可都是我送我干妈的。你自己说送我的，哎，送出去的东西可不太反悔的。你跟我玩文字游戏？从我这没有一丝大碴子味儿的普通话里，你应该能听出来，我语文成绩老好了。既然你送嫂子这么多礼物，那嫂子就不在这耽误你们娘俩逛街喽，拜拜。你对了，哥，我给你买了一条新领带，你看看好不好看？我给你戴上。不，哎，试一下，试一下。我自己扎。哎呀，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？再说了，打领带本来就是女孩子该做的事。咦，我可得躲远点儿，你这是老母猪赶上通货膨胀，越活越贱。跟妈。哎呀，芊芊真是懂事哟，白天陪我逛街，晚上还煮饭给我吃，不像我的儿媳妇，只知道捡现成。对，那你可得多喝几碗啊。怎么这么咸呐？是不是你在我的汤里加了很多盐呐？
妈，这汤是人家白小姐亲手做的，又亲手盛给你的。你以为我是哈利达布特啊？凌空撒盐。哥，你快尝尝，这个呢是我亲手给你盛的，里面呢加了很多冬笋，都是你爱吃的，你快尝尝。哎呦，咋啦？妹子给你盛的汤，你咋都吐了？哎，你，我和芊芊，我们俩好多年没见了，她现在可能不太了解我的口味，这个汤我就不喝了。你们喝，你们喝。妈，这是你干女儿给你做的，你不会不给你干女儿面子吧？啊？我喝过。哎，不把一盘都喝光，怎么对得起我们贤惠的芊芊呢？我是东北人，喝不惯你们南方口味，就不跟你们抢了哈。对，喝光。哥，这葡萄酒口感很好的，咱们俩喝一杯吧。不，我酒量不行。干妈跟我说，你和钱嫂子时不时都会在家喝酒，怎么就不能跟我喝一杯呢？钱嫂子不在了，怎么不跟新嫂子喝呢？这可是我特意给哥哥从国外带的。唉，你哥不行，我陪你。哥，他好凶，我好怕。走，放手，你放开我！把家里的酒都拿出来，老娘教教你什么叫做采香喝。都喝了，你养鱼呢啊？我真的喝不下。这才哪啊？红的完了，咱再整点白的。老娘今天舍命赔绿茶，高低给你整2斤。干嘛救我！哎呦，秦可，你干什么？大半夜发什么疯呀？放开！妈，家里不是来客人了吗？我不得把他伺候好啊！你看他还能说话，说明没喝到位。继续。哎，差不多得了。对，要不是他给我姐发照片，我姐怎么会以为你出轨而导致抑郁症加重呢？你给晴晴发什么了？我从小就喜欢你，明明知道你为什么从来都不回应我，你娶了一个又一个乡下人，我到底哪里比不上他们了？芊芊，我说过，在我心里我一直都是拿你当亲妹妹看的。我知道秦家在那边挺有钱的，反正你们不都把他的产业和钱都搞到手了吗？赶紧和这个贱女人离婚去！他喝多了，我先陪他回房吧。思思的情况目前就是这个样子的。回家之后，你们一定要让她按时的吃药，平时不要再让她受到任何刺激和惊吓了，多哄哄她开心。每周让她在户外有一定的运动量，这样的话，她情况慢慢的会好转的。那思思什么时候才能开口说话？这个后续要看她自己的一个表现。她目前主要是受到惊吓和刺激，导致了语言功能暂时丧失。是因为我姐的死导致的吗？还是说有其他的？大医生，我太太秦晴是不是抑郁症真的很严重？是的，因为她最后一次复查的时候，已经是抑郁症4期，也就是重度期。那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？抑郁症的话，大部分都是情绪问题。那根据我跟晴晴女士的多次沟通，感觉应该是她的家庭矛盾引起了她的抑郁症。是我对不起她。思思的这个出院证明，那个监护人签下字吧。我签吧。这个不行，这个要监护人来签的。我现在是思思的妈妈，我和钟业结婚了。什么？我在金融峰会上见过你，你是投资公司的张总，久仰。我也在秦晴的葬礼上见过你，华夏酒店的钟总。话说回来，这葬礼可真够寒酸的。是啊，无论是生前和死后，我都对不起他。哎，对了，
你和秦可是怎么认识的？我们是大学校友，我修的是心理学，医生也是我帮忙找。那你对他是不是？是。所以不管秦可做什么，我都会支持他，我会永远站在他的身后。等他回头看我。唉，芊芊也被吓跑了，妍妍也走了，就剩下我这个老太婆一个人撑着了。儿媳妇恶毒得很呐，饭也不做，得饿死我呀！这个家就姓秦喽。您这话真是二天脚炸屎坑，顶着风都能臭8里。这房子是我姐买的，你死不死，她都姓秦呢。你还知道回来呀？是不是钱又用光了？妈，今天可是我的生日，以前的事儿，咱们就让它过去吧。算了算了，回来也好，省得我一个人在家任人拿捏。都说了今天我过生日，你怎么饭都不做啊？怎么着，用不用给你点3根香拜拜啊？这个小畜生咬人！她是你侄女，你怎么说她的呢？自从你进了家门，孩子都学会咬人了，我今天必须给你立立规矩。妈，哎呀，你干什么呀？哎呀，你没看到啊，孩子都学会咬人了。对呀，你看，把我都咬成什么样了，真的是有娘生没娘教。你嘴巴不干净点，她有妈妈，她妈妈叫秦晴，被你们害死了。你要是再敢侮辱我姐和思思，我打得你瞎猫臭子去南极，到处找不到北。哥，你就眼睁睁看他打我呀！思思是我女儿，她不是小畜生。那你就看上你老娘和你妹被人欺负是不是啊？哎呀，妈，我不想把事情闹僵，但是如果你们不想好好过的话，那就搬出去吧。好啊，你们现在是一家人了，你们给我等着，我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你想气死我呀！今天是妍妍的生日，你怎么能这么对她？妈，医生说思思现在不能受任何刺激，你是当奶奶的，你怎么就不能照顾一下思思的感受呢？今天的事情到此为止，妍妍既然已经回来了，那咱们就安安生生的吃个饭，不行吗？别再闹了。思思，来，到爸爸这儿来。思思，爸爸以后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啊。自从那个死老虎进门，我儿子就不听我的，我还得烧饭给你吃，我让你吃。呀，儿媳，我呢也反思了一下，我脾气也不好。哎呀，你就别和我这个老太婆一般见识了，这是我特意为你熬的汤，喝一碗。妈，我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，怎么好意思喝汤呢？你给钟夜喝吧。这是妈特意给你盛的汤，你怎么还拿起姿态来了？哎呀妈，跟他低什么头呀？你怎么喝了？我怎么不能喝？哎呀！妍妍，妍妍，你怎么了？这汤有问题，是不是你在汤里下药？你想害死我！哎，我碰都没碰的汤啊，说话要讲证据啊！我快不行了，秦可要下毒害死我，快报警啊！对对，快报警！我可是那长白山上的雪莲花，别什么屎盆子都往我头上扣。不能报警呀！哎呀妈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哎呦，还是先打120吧，救人要紧。你看他疼得那么难受，估计打120都救不了他的命吧？还是准备后事吧。你瞎说什么呀？泻药怎么能毒死人了？哦，真是天雷劈古树，祖坟冒青烟啊！妈，你通神啦，不用检查就知道咋回事。
来，扶他起来，来吧，慢点。哎，心眼坏就罢了，你妈咋跟那灶炕上传烟似的，一点儿不会撒谎呀？一天到晚就知道躺着，用东西还这么浪费。哎呦，可怜我那儿子哦。那你说该怎么用之？就拿上厕所来说吧，每次上厕所只能用2个纸，一天呢不能超过10格纸。好日子呀，是省出来的。妈，我想了一下，你说的很有道理。妈，厕所没纸了。刚立的规矩就破了。规矩这东西可是半夜摸黄瓜不分老嫩，你都跑了多少趟了？早超标了，用那个卷纸纸巾子对付下得了啊！我去辅导中心接思思了。咱请个保姆吧。为什么突然想请保姆？而且这么着急，你未必能找个合适的人。哎呀，别管了，我都联系好了。你乡下的堂姐，家里遇到点困难，正好需要钱。你是说红梅堂姐？对呀。她来能行吗？不行也得行，谁叫你娶了个公主，娇贵得很。那这件事情我要和秦可商量一下。什么？现在这个家是他当家做主啦？哎呀妈，既然是一家人，那当然要有商有量啦。哎呦，真是没法活了。哎呀，就算咱帮他了，不然他就没活路了。妈，哎呦，老头子啊，你带我走吧。哎呀，哎，行，哎，谢谢你啊，这么忙还抽空来接送我们。没事儿，正好顺路。其实你不必这样的，你知道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。我只是尽力想帮你，我不干涉你的选择，也请你不要干涉我的坚持。你不必给我回应，我可以等。你别忘了，我大学的时候可是跆拳道社的社长啊。我可忘不了，那个时候为了追你，我可是被你背摔了3个月。但是我真的没有学习跆拳道的天赋，什么都没学会。那我回家了，今天谢谢你。好。走，思思，跟明远叔叔说拜拜。拜拜。你谁呀？怎么穿着思思的拖鞋？你就是秦可吧？你是那个小哑巴钟思思是不是？她不是哑巴，请你离开，不然我报警了。怪不得都说你脾气臭，不懂事儿，在婆家还敢这么横，就是欠收拾。怎么，你这小东西还敢动手是不是？哎，救命啊！杀人了！哎呦，干什么呢你？她是谁？我娘家的侄女儿，到我们家来做保姆啊。问了2次都不说身份，还穿思思的拖鞋，怪不得我动手。不就是双拖鞋吗？至于吗？你脱不脱？姑妈，你看呐，他也太欺负人了。我就是穿了一双拖鞋，脾气大得很。这是我姐亲自为思思做的拖鞋，你凭什么穿？哎呦，姑妈，你这儿媳妇脾气真大呀！不就是双拖鞋吗？还是个死人做的，我还嫌晦气呢。给你。好孩子，不哭啊，小姨给你修。走，走。姑，你这媳妇儿可真不是省油的灯，明知道我是你侄女，还敢对我这么凶，
简直是不把你放在眼里。哎呀，你也看到了，他嘴巴厉害，还会打架，我是对他一点辙都没有啊。哎，不过姑，你这孙女儿真不会说话吗？哎呀，以前会说，就那个死鬼妈死了以后啊，她就不肯说话了。这不会说话，那就是残废啊！她养大嫁出去都难，真是浪费粮食。怎么说话了？她好歹是我亲孙女。哎呀，姑，你咋不让你那媳妇儿再给你生一个孙子呢？孙子？对呀，这有了孩子，这女人就乖乖听话了。到时候她不敢闹，也不敢离婚，还不是乖乖听你的话？我怎么没想到？现在家务都有人替你忙了，你作为我们钟家的儿媳妇，是不是该忙点正事啊？妈，你又想说什么呀？这还不明白？你妈想抱孙子了。那你有空可以多陪陪思思啊。医生说她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疼爱和陪伴了。这不已经在积极治疗了吗？再说了，有儿有女才幸福。哎呀，男孩女孩都一样。你怎么这么抗拒呀？该不会是秦可的身子不争气吧？你争气，你再生一个呗！你瞅瞅你的生的一个二个的，养纯纯大山炮。行了行了，你俩快把汤喝了吧，我炖了一下午了。你就喝吧，我想要害你，还能拉上中野陪葬不成？听着点动静，等你妈睡了，你赶紧溜回书房去。晴晴，晴晴，你脸咋那么红？晴晴，咋也这么不对劲儿啊？晴晴，那汤里可是我家的秘方，山参和当归壮阳，罗勒和君子催情，我还往里面放了1斤的黄酒，咱家中野沾酒就醉，肯定没问题。可真是个农场百草，啥毒都敢下饭。行，哎呀，你就让你滚犊子！堂姐，你身上啥味儿啊？你赶紧换身衣服去吧。没有啊，你跟那粪坑子里打过滚似的，一会儿妈来了，我这可得说你。哎呀，你真是的，一天到晚就你事多。妈，咱把堂姐辞了吧。怎么了？碍你事儿了？你作为儿媳妇，不干活也就罢了，一点都不会隐忍。不是啊，她有皮肤病。什么？真的啊？红梅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儿，可能这2天活多，没顾上洗澡。你有事得跟我说啊！妈，你看我身上是不是长什么东西了？哎呦，完犊子了，传染给你了。就是你得了什么不干不净的病，就敢往我家里来！我这衣服是你洗的吧？肯定是你传染给我的！你别污蔑我啊！我看是你自己一天到晚在外面鬼混染的病。你瞧你这么大个姑娘，穿这是什么？谁家正经姑娘穿成你这个样子？还有啊，你那个酒店的视频我可看了，我还没嫌弃你的职业呢。我什么职业？你在胡说什么？你放手！就是你传染给我的！怎么回事？别担心，我看着就是过敏引发的皮疹，没啥大事儿。其实我想说的是，昨晚你喝醉了发酒疯，我是没办法才把你锁在外面的。
我知道，我把你当成你姐了。你要是真的爱我姐，就把我姐带回来的东西还给我，让我带着思思离开。你也看见了，在这样的环境里，思思是不可能健康成长的。可是这样会伤害我妈呀！切，我原以为你只是个软蛋，没想到你还是个妈宝啊！哎呀，怎么样？哎呀，大夫说了，就是过敏，没事儿。那个王红梅非嚷嚷着说是工伤，死活要住院。我们不仅工资要照发，还要付住院费。人没事就好，钱是小事儿。可妍妍的脸这样，明天怎么去生日宴呀？什么生日宴啊？芊芊的生日宴，我们两家是世交，总归是要去的喽。哎，让秦可去吧，女扮旦妹妹反而比较奇怪。她上得了台面吗？穿成中眼这样的裙子，连屁股蛋子都盖不上的，就上得了台面了？你们参加的是生日宴，还是青楼开眼前彩啊？哎呀，白家叔叔阿姨对我都挺好的，要不然你陪我去一次？我努力呗。哎呀，好久不见了，感谢你们能过来。是呀，干女儿的生日宴，我怎么能不过来呢？芊芊，这是你的生日礼物。本来呢，我是想给儿媳的，但是你呀，更称我的心，来，就给你了。谢谢干妈。哎，不过姐姐看了不会不高兴吧？嘿，没事儿，我婆婆也不可我心儿，这仨瓜俩枣的有啥可计较的？听口音不是本地人吧？能嫁到这儿来，肯定是下了不少功夫。我有福气呗，没福气的人上杆子都下不进来。而且啊，我婆婆还找了一个保姆伺候我，是吧妈？妈，上次就是他灌我酒，喝酒可厉害了。就是你啊！我听说你们乡下人有一种玩法，叫喝酒打圈，是吧？今天来的宾客也不多，就20几个人，你要不要也试试？我可不会打圈儿，我转圈儿都迷糊。而且今天我是客人，你让我伺候角儿来了。妈，别理他，宾客都到齐了，我们过去吧。谢谢各位长辈和商业合作伙伴能来参加我的生日宴会。今天与其说是我的生日，其实是让大家聚在一起，有个交流合作的机会，大家都随意些哈。若有招待不周，还请多担待。对了，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干妈和哥哥钟业。钟业是华夏大酒店的股东，在座的各位前辈们，如果有合作的意向，可以找他哦。你看人家芊芊还知道帮咱家拉生意，再看看你，哼。对了，我的嫂子秦可说给我准备了一个特殊的礼物，我们请她上台好不好？你准备了？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拆礼物了。他手上没拿东西啊。其实我秦可的礼物在这儿呢。这块玻利维亚采出的原切紫水晶，多漂亮的东西啊，是我和秦可共同准备的礼物。希望白家仔细东来，财源滚滚。他和张总怎么认识的？你怎么在这儿？跟他们家有点生意的往来，没想到在这儿遇到你。你救我一次，我救你一次，我们打平。你可真行，这也要攀比。张总来已经给很大面子了，怎么还带这么贵重的礼物啊？本来不想来的，秦可说你们认识，我就来了。你和秦可是怎么认识的呀？在大学期间，秦可是我们学校最有名的高材生。他的产业虽然不在这里，但据我了解，他的资产应该远超你我了。哥哥，你这么有钱，为什么不早说呢？说了干嘛？让你惦记啊？哎呀，刚才是我不对。可可呀，你就当我是更年期了。以后我们家呀，就靠你和张总照顾啦。哎，芊芊，快过来，你把镯子还给可可，多大人了还抢东西？快开席了，你们跟我来吧。来，这边请啊，来。啊，这么有钱，我得赶紧让他给我生个孙子。
不说了，肯定靠谱，真的厉害。大师，你说的可太对了，这个家里不太平，那就是因为丧门星太多了。切，会起来了，大师啊，还是快点出手吧。哟，堂姐出院了，最近家里不太平，大师来呢，一方面去晦气，另一方面保佑你为我生个孙子。哎呦，你可别丧门人了，我上辈子造多大孽给你生孙子呀？这位就是秦小姐吧？叫你姑奶奶干嘛？我看你面相不太好啊，你印堂发黑，恐怕命中有煞。看得可真准啊！面对一群牛鬼蛇神，可不是命中带煞。哎，秦小姐，做人说话不可以太刻薄，这可是要伤子孙福的。哦，妈，听到没？你为啥没孙子？可得反思反思。你放屁你！哎，姑妈，别理他，等大师施完法，他不生也得生。对，等着。什么味儿啊？思思啊，思思，思思，周夜，快送思思去医院，一氧化碳中毒！怎么了？快！思思，思思，快！谁干的？大师说这个小哑巴占了你的子女宫，只有在床下放燃烧的符咒才能驱除。我也不知道会这样，我没想害死他的。封闭的屋子烧炭是会害死人的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我就把这些炭一块一块塞到你嘴里，看会不会害死人。姑姑救我是想要孙子，但你也不能害死我孙女的命啊！我！我也是受人蒙蔽的，你放过我吧。明天你就给我滚蛋！再敢出现在我家，我把你后槽牙干碎！啊，进来吧。哇，果真是有钱人家，装修的这么好看。你别动，再有钱也是人家的。现在我连工作都保不住了。哎呀，打工嘛，东家不做西家做，你再找一家，说不定还能找到更有钱的主呢。更有钱？我赚再多钱也不够你赌的。你别这么说嘛，我现在不是改了不少吗？算了，你帮我去提行李吧。那个女人限我在4点前搬走。哇，纯金的。哇，100万，发财了！明远，听说思思生病了，我来看看她。结果家里没人，我就想着等一会儿。进来吧。哎，思思怎么样？没什么大事儿，那个搞事的保姆已经撵走了。没事就好。思思，我给你带了新的画笔和画本。这次呢，画笔有64种颜色，你想画什么都可以。我看看。哎，钟夜，这不是你的鞋呀？哎，轻点，疼！你们在干嘛？别怕。好啊，你竟然把野男人带到家里来！你嘴巴放干净点。我们都亲眼看到了，你还想抵赖？
净说些没皮哥楞嗓子的话。你是老鸨子看姑娘，啥啥都脏。明远，谢谢你来看望思思，不早了，你先回去吧。我解释一下。不用解释，我相信秦可的人品。我下次再来看思思。哎，站住！你被我抓到你就想溜？妈，别乱想了。窝囊废！妈，哎呦，窝囊废呀！哎呦，我的老天爷呀！儿媳妇偷人，儿子还傻乎乎的帮人家说话。哎呀，我真是没法活了！哎呀，哎呀，这不是我的耳钉吗？好啊，你个贱人，吃里扒外！你不仅偷人，你还伙同奸夫偷我的存折和首饰！秦可，你这个贱人！王美兰，你发什么疯？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存折。哼，你能不知道？你真是黑了良心了！那可是昼夜爸爸的抚恤金，你给我拿出来！你拿出来！你这……哎呀，哎，思思，妈，拿出来！思思，思思，都怪我没看好思思，跟那个混蛋瞎吵吵什么呀？这真是个意外。不哭了，不哭了，思思一定会没事的。你妈她是丢了东西，一时着急才这样的。医生出来了。医生，孩子怎么样了？没什么大碍，就是脚扭了一下，受了点惊吓。观察一晚没有什么事情，就可以回去了。太好了，谢谢医生。既然孩子没有事情了，你也该把事情说清楚了。我有什么事儿啊？让你的奸夫把钱给我交出来！王美兰，你松手！妈，你松开，别胡搅蛮缠了。有事回去说。你个不孝子！你是不是想把我气死啊？哎呀，大家过来看！哎，过来！我这个儿媳妇不光偷人，还伙同奸夫把我们家钱全偷了！王美兰，你别净落些要死要活的嗑，有证据你就拿出来。家里就他一个人来过，不是他还是谁呀？既然你这么肯定，那你报警啊，让警察来处理。好啊，报啊，报去！哎呀，这一大早上这么丰富，还有妍妍，穿这么隆重干嘛去啊？哎呀，咱妈好心，知道这是有人的最后一顿早餐了，所以就多做了些。我嘛，哎呀，自然是为了等着某人喜提银手镯的大戏，自然要盛装出席了。哼，怪我当初心软，有人偷珍珠项链的时候就该报警。就你嘴硬，我坐等警察上门。喂，啊，对，是我。啊？哎，好，谢谢您。小偷抓到了。是不是赵明远？警察什么时候上门来把同伙带走呀？是李德。怎么会呀？红梅堂姐的老公？哼，原来是家贼啊！堂姐开门，堂姐夫偷东西，自己的亲闺女还偷过项链。我看你们这家人呐，真是癞蛤蟆不长毛，就那个品种。你虽然没有偷首饰，但是你也偷人了。你就别擦粉进棺材死要面子了，实在不行你报个警，你就看警察抓不抓我俩就完事儿了。实不相瞒，我一会儿就去找明远。思思因为昨天的事情病情加重了，我俩得再看看。可不可以不去？你个当爹的不上心，还不信别人对思思好。昨天的事儿真是对不起啊。你不用道歉，又不是你的责任，只是我没想到你和思思在家里处境这么差。我姐也好，
钟业他爸也好，王美兰就会守着别人用命留下的钱，根本不懂得信任。钟业就是个和稀泥的妈宝男，钟岩就更不用说了，色厉内荏的草包。要不你带着思思离开吧，没必要这么耗下去了。昨天的事儿倒是给了我一个启发。什么？要真想帮我姐报仇，不仅仅是把那些我姐遭受的苦还回去那么简单，我还要拿回原本属于秦家的一切。我懂了，你是说……对，房子、酒店、股份、思思，我全都要带走。你们听说了吗？有个北方来的商人收购了咱们公司所有的散股，包括之前王总的股份，已经是咱们集团最大的股东了。我怎么不知道？股份变更应该通知我呀。新老板没找你谈收购？没有啊。秦可，这里是工作场所，请称呼我为秦董。你为什么一声不吭就把公司收购了？我的商业行为似乎没有必要通知你。我是个东北人，不喜欢拐弯抹角。从去年以来，我们酒店的入住率就低得吓人。从今天起，我们采用绩效评估系统，不达标的负责人直接滚蛋，别一个个跟老太太上炕似的费劲儿。也包括钟总。我说的是每一个人，在你眼里，他不是人。我们可都是有股份的，你胃口再大，一个人吃得下那么多，一个女人就别来玩商战，老老实实回家带孩子吧。我已经和风投公司的张明远达成合作。另外，如果一群男人被女人领导，你觉得丢人的是男人还是女人？哎，没看到你男人心情不好吗？还不知道给他加菜添汤啊！全公司就属他负责的门店数据最差，他要心情好，不成彪子了吗？怎么说话呢？你吃我家的，喝我家的，还对男人的工作指手画脚。不好意思啊妈，现在是你们吃我的，喝我的。你要是觉得你儿子苦，那我把他裁了不就得了？秦可，你今天太不给我面子了。面子是靠自己挣的，你以为我是画皮啊？每天贴个漂亮脸蛋子往你脸上贴，你啥意思呀？正式通知你，我现在是中业的老板，以后你要再敢跟我呲嘴獠牙的，我立刻让他失业。昨天那个4万的手表我买了。4万的手表，他一个没工作的人，哪来这么多钱？今年呀，我还想跟我妈去玩那个加勒比游轮，才3.8万一个人，不贵。我妈那儿有钱。哎呀，告诉你吧，我妈那些钱啊，都是扣了我那个死鬼嫂子的，跟大风刮来的一样，不花白不花。好啊，这对黑心母女花着我姐的钱还这么理所应当，我要全拿回来。哎，大个子，这是我几天跟着他们拍的，你看看。这小子是个鸭子啊！切，你可别抬举他了，他就是个老少通吃的混子。要是王美兰知道她的宝贝闺女跟这样一群人渣混在一起，不知道还有没有城里人的优越感。什么城里人啊，3代以上啊，都是泥腿子。说他是泥腿子，都是侮辱泥腿子啦。这里不许抽烟，老子想抽就抽，你管得着吗？是有人了，一边去。我有点事儿想和你谈。老子几千万的身价，你配吗？看看，看完了就知道我配不配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？我是钟岩的嫂子。我跟钟岩没什么，我们你情我愿的。你坑不坑他，我不感兴趣。我只是好奇，如果这些照片里的富婆知道你同时养这么多女，他们会怎么做？你又会怎么办呢？开个条件吧。放心，我不要钱，我只要你帮我做一件事。
喂，大宝。喂，宝宝，这么快就想我啦？我当然想你啦。我跟你说啊，我有个好路子，咱们一起发财啊！宝贝，你妈有钱还不是握在她手里，哪有咱们手里有钱自在呀？我这有集资购房的内部渠道，咱把房子低价拿过来，然后立马高价转手出去，分分钟赚钱。到时候你想怎么花就怎么花。那还不是得找我妈凑首付的钱？油锅里的钱她都会捞来花，赚的钱她也不会全给我的。你傻呀？你不会报卖价的时候跟你妈说低点，咱赚点差价不就行了？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啊？干嘛去啊？哎呦，活总得有人干，你可是我们家的祖宗，那就我来洗吧。说的真好听，明明是洗衣机洗的。妈，我觉得你之前说的特别对，过日子要节俭，现在店多贵呀。你手洗吧。你想累死我妈呀？你咋这劲儿劲儿的自己往上送呢？你也别闲着，跟你妈一起干。你凭什么使唤我呀？凭我管着钟家的账。你都30好几的人了，价钱连吃带拿的，村头茅房的墙都没你的脸厚。冲我还好好说话，自己麻利儿的，别逼我削你啊！看我真是作孽啊，只能看不能用，咱娘俩变洗衣机了。他也太欺负人了。没办法，你哥的工作还在他手上呢。你哥要是没工作了，咱们怎么过呀？妈，我有个赚钱的法子，不过你得先投入一点。多少？3万，我包里就有，你去拿吧。不是妈，30万，也不是，300万，你疯了你！妈，小点声。要累死我了！妈，哎呀，不要说了，我是不会买的。妈，你怎么这么死脑筋呢？富贵险中求，你怎么能放着大把的钞票都不要呢？就你认识的那个小次郎，我是不会相信的。妈，大宝人家可是富二代，家里可有钱了，才不在乎这么点钱呢。他是想让我多挣点儿。哎呦，你那么相信他，那你去找他借啊！妈。没谈成，加把劲。铁公鸡一毛不拔，我能怎么办？那是你的问题。你是想逼死我呀？那我找那些富婆问问，有没有钱借给你啊？算你狠！哼，家贼难防啊！你看，不过你也是，你说你干嘛不约在外面，约在家里？不是又要看到那个13点了？咱们2个联手，我才不怕他。哎，听说你现在开始做投资了，一点小房地产生意啦。等收到款就不用看他脸色了。还是我平时买菜买的太多了，现在5保6保的，在这瞎咧咧啥呢？怎么只准你做生意，不准我们妍妍赚钱啊？他连个工作都没有，连手上的戒指都是高仿的，还房地产，纸扎的阴宅都买不起吧？别管我哪来的钱，等收款的时候你别嫉妒我就行。你是老太太啃冻梨，嘴是真硬啊！估计啊，等你火化的时候，全身都烧没了，嘴还撅着呢。你就给我等着看吧。瞅啥？再瞅把你眼珠子抠出来当泡菜！真是俗不可耐。您高雅，您上杆子当小三儿，做梦都想当后娘。我是没发现中叶脑好，哎，别人脑子值2块钱，你的值2个亿。为什么？因为别人的脑子是用旧的，你的是全新的，根本没动过。你秦可又来拆我的台，我也算是忍够了。嫂子，我拉链卡住了，你能来帮我拉一下吗？来了。我是嫌他屁疼才会帮他，你们不是姐妹情深吗？你来帮他吧。就知道你这个人自私自利，感情缺失的贱人。我就知道他怎么可能态度那么好的求我。
你又怎么了？又作妖了？这么脑残的事儿我可干不出来，是你闺女眼疾手快，艺高胆大。我以为开门的是秦可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我新买的裙子都被你给毁了！你害我！我怎么知道你要干什么？你真是老媒婆推销死老汉，张口就来啊！别以为就你会骂人，你给我笑死了！赶紧去打背啊！姐今天教你个道理，骂别人听不懂的话，一点杀伤力都没有。骂人的科我有的是，今天给你整套小孩都会的玩意。好了，你骂我不怕，我回东北找我爸，我爸有个大喇叭，吹你一脸大粑粑。你骂我不听，你妈是个白骨精，白骨精黑爪子专吃你爸裤衩子。你闭嘴！你妈的头像皮球，一脚踢到百货大楼，百货大楼买皮球，买的都是你妈的头。你俗不可耐！还想动手？也不掂量掂量自己有几斤几两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你干什么的？我进去找我朋友。这里是高级住宅区，按照规定，你得报备你朋友的楼栋号，我们打电话给业主核实了，才能放您进去。是2栋的308室。2栋308？我能进去了吗？对不起，你不能进去。凭什么？我是这里业主的女朋友，凭你们也敢拦我？你是说租308那个王大宝？什么？租？那小子欠了房东的水电费就跑了，房东都在我这儿报备了，一旦看到他，就打电话报警。那这包东西都是你要的。借款协议呢？借款协议已经给小贷公司了，按照他们的速度找上门了，应该。好，你要的东西。你不会有备份吧？这个有，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，够不够在我秦可的桌上算盘菜？我要真想搞你，你觉得在上海这地界儿你还待得下去？算你狠！哎呀，这死丫头去哪儿了？你好，你们谁呀？你好，我是金砖典当行的经理，我姓宋啊。什么典当和什么经理啊？您是王美兰女士是吧？我们今天呢是来收账的。什么收债？谁欠你们钱了？胡说八道！我什么时候欠过你们钱了？哎，白纸黑字，这可写着呢。你瞅瞅这一页啊，还有你的手印啊。我从来没有签过这个协议，你讹钱讹到你姑奶奶头上来了。我们先礼后兵啊，既然这样，那我们就只能来硬的了。来吧，我看你们谁敢！啊！哎呦，多端凉了！你们干什么？这黑社会上门打人来了！哎呀，打人了！你们黑社会上门打人了！你们出去！阿爷，你这撒泼也没有用，我们也没伤害到你。法治社会，你看到没有？我们正录着呢。就算警察来了呢，也没有用。这也是民事纠纷，我劝你啊，还是乖乖跟我们合作吧。你想要我这房子，除非我死了，我绝对不会出去的。那我们就没办法了。来吧，兄弟们，走程序。放开我！你们放开我！你们干什么？妈，儿子救我！你们是什么人？大白天的，居然在我家里面胡作非为！来看看协议啊，你看看。我从来没有签过什么借款合同，不是我。和气生财，我们也不想闹事儿。您看是还钱呢，还是交房呢？筹钱也需要时间，你再宽限我几日？既然这样呢，我们也是讲道理的人。要不这样吧，我给您7天的时间。7天以后呢，我们要么拿钱，要么交房。告辞，走吧。7天，300万到哪儿去筹呀？300万！妈，这是怎么了？钟岩把这个房子抵押出去了，1周之内我们要还典当行300万。你家人可真牛啊，个个门生干大事。我到底是个乡下人，不懂你们这些大城市的套路。你能不能别说风凉话了？金可，你愿不愿意借我300万？什么借不借的，都是一家人嘛，你就拿300万怎么了？你可真能屁股上插扫帚，装什么大尾巴狼？
我凭什么掏钱？反正你有钱，大不了你把投资撤回来点呗。可以，但我有3个条件。你说。第一，你在酒店的所有股份转给我；第二，赎回来的房子归我；第三，我们离婚，思思的抚养权归我。你疯了！你连自己的老公你都要打架，这事完了以后你俩离婚可以，思思留下。你巴巴的做啥白日梦呢？可这不白帮你啊！你别以为只有你我瞧得到。走。芊芊呐，多亏了你了，否则我们该怎么办啊？干妈，你就放心吧，钟家的事就是我的事儿，我可不会像某些人一样，就知道袖手旁观。好孩子，你真是我们钟家的大恩人，上次让你受了那么大的委屈，干妈这心里啊……哎呀，干妈，上次那是被人故意算计的，我不怪你。你以后要再这么说，那就是把芊芊当外人了。太恶心了，我去辅导中心接思思了。孩子，以后这里就是你家，你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。喂，明远，还有件事，你得帮我。如果这次顺利的话，我就离目标会更进一步。我一定帮你办成，到时候你就可以离婚了。明远，你我不必多言。你先洗手，洗完手才能吃哦，快去。家都快没了，你还给他买这些？一块这么小的蛋糕要168。过不下去日子的是你们，我俩是该吃吃该喝喝。你要是除了找茬没别的事干，就去找个门框啃啃，省得牙痒痒。好呀，你现在就开始跟我分你我了。金可，我有正事和你说。有屁快放！我想预支1年的工资和分红，请董事长批准。那么大一笔钱，1/3都不够吧？凑到多少算多少吧。你不是有白芊芊给你兜底吗？我不想亏欠他的。那你就好意思亏欠我姐的？是钟岩闯的祸，你为什么要把别人家的棺材抬到自己家里哭？她不是别人，她是我亲妹妹，而且这也不是别人家，这是我的家，是我和秦晴曾经的家，也是我和你的家。那你又问你和我的家，你和我姐曾经的家付出过什么呢？公司没有预支公款的先例，况且未来1年的收入谁也说不准，怎么给你分红？你还是找你的好妹妹白芊芊吧。你们是在说我吗？你干什么呀？你怎么能这样呢？怎么不行了？芊芊拿了那么多钱来帮我们还债，她就是我们的恩人，这里就是她的家，她住在这里难道不可以吗？倒是有些吃闲饭惹我生气的人，就应该搬出去给别人腾地。你这是在说你自己呀，还是说你的亲闺女钟岩呢？妈说的对，要是钟岩早点搬出去，没准这房子还能保住。亲闺女不行，干闺女来凑。你瞎说什么呢？妈，你少说2句吧。你个吃里扒外的！芊芊，虽然我妈向你借钱是她擅自做主，不过我还是谢谢你，愿意借钱给我们家救急。只不过你也看到了，我们家现在很乱，你还是……哥哥，家里乱就是缺个能管家的人呢。我搬进来，一则可以照顾干妈，二则可以好好帮你管好这个家，免得有些外人趁火打劫哦。芊芊，钱我一定会尽快还给你，你住进来是真不方便。怎么不方便了？是不是因为他？大师可说了，姓秦的就是我们钟家的克星。自从他姐姐和他嫁进来，我们家倒霉事就没断过。我看该走的人就是他。你要是认我这个妈妈，赶紧和这个扫把星离婚。放心，这次我肯定让他俩离婚。可是秦可和哥哥的工作纠葛着，哥哥会不会很为难呢？哎呀，经过这次的事情，他已经看清了秦可的真面目，怎么可能会不同意啊？只要你呀，再努力一点点。你也知道钟业是个闷葫芦，对吧？你得主动点。妈，我懂了。喂，明远，上次那件事办得怎么样了？好，可以准备收网了。妈，尝尝这个，这个是马来西亚进口溯源的金丝燕窝。这么好的东西肯定很贵吧？哎呀，什么贵不贵的，只要干妈喜欢，花多少钱都是值得的。哎呀，没想到我还有这个福气，不像某些人做饭只会一锅乱炖，
什么猪肉炖粉条呀，什么饭包呀，就像猪食一样。哎呦，从马来西亚那么远运过来呀，那不加半斤防腐剂，恐怕早就臭了。这贵的防腐剂我也愿意，总比你吃猪食强。好，吃了半斤防腐剂，千年不腐，骨灰盒都省了。我可没工夫跟你斗嘴，喊思思起床去喽。芊芊，端碗燕窝去给你哥哥。哥哥，起床了。你干什么？对不起，哥哥。哎呀，哥哥，我不是故意的嘛。哎呀，你快出去！我从小就喜欢你，你为什么从来都不看看我？哎呦，真是郎情妾意的一幕呀！只是这个尺度是我不花钱就能看的吗？你别误会啊，我们什么都没有。我管你们有没有，只是我要提醒你一句，思思还在家。秦可，我就挑明说吧，秦可，我希望你和周烨离婚。没问题啊，我提出的3个条件满足就行。钱和房子你休想带走。思思是我的亲孙女，当然得跟着我。我相信芊芊一定会对她好的。这就拿上大少奶奶的架子了。像你这种裹小脑的角色已经不多见了，时代的滚滚车轮还没把你优化掉呢。我不和你争，钟家的危机我来担着。我劝你啊，还是自己识趣点，早点离开吧。你们有没有问过我的意见呢？闭嘴！再留着他，我早晚被他气死。白芊芊，你说这300万你担着，怕你没有这个能力。笑话，我们白家300万现金还是拿得出来的。现在说话这么狂，打脸的时候脑瓜子嗡嗡的。白芊芊，你给我出来！老姐姐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芊芊她私自挪用了公司的300万现金，现在员工的工资都快发不出来了。怎么会这样啊？妈，咱家账上的现金有接近1000万呢，怎么可能撑不住啊？风投公司的张明远你知道吧？他撤资了，咱家的钱都去堵窟窿了。说，你把那300万用哪儿去了？是我家出了点事情，芊芊吩咐我们。钱给你们了，那钱呢？钱还在我账上，明天再打给那边。钟烨呀，钟烨，你可真行啊！自己出了问题，让我家芊芊拿钱给你堵窟窿，你还是不是个男人？话不能这么说，我是真心把芊芊当自己人，自己人帮忙也是应该的嘛。谁跟你是自己人？你儿子有老婆，你这样对我家芊芊，让他以后还怎么做人？不好意思啊，难以压制前排吃瓜的心，我尽量小点声可。可可，你和张明远是朋友对不对？东北话叫哥们儿，北京话叫铁词儿，上海话我不知道叫啥。那太好了，你能不能帮我跟张总说一说，别撤资了，行不行？那是人家的商业行为，我怎么好插手的啦？就算阿姨求你了啊！妈，你别求他，咱家就是破产倒闭，什么都没有了，也用不着他管。你竟然为了他打我！闭嘴！这都是你惹出来的祸。可可，你看我打也打了，骂也骂了，你能不能帮我说一说？我试试吧，成不成我不管啊。闺女，有你这句话就行。快给我回去，赶紧给我把钱打回来。房子又没喽，知道这叫啥吗？老巫婆念完了最后一道咒，没求想的喽。秦可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，你能不能帮帮我？我的条件你都清楚，公司的股份我不能让，思思也不能给你，不过房子是你赎回来的，可以过户给你。如果你不同意，我可以和我妈带着思思住酒店，反正我有员工折扣，每个月的工资还是可以承担的。你这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了是吧？以前瞅着你懦弱，现在觉着心眼还挺黑，都不用基因检测，你俩指定是亲娘儿俩。反正你说什么我不在乎，只要你帮我就行。思思的病不适合去陌生环境居住，好吧？你记住了，以后你住的是我的房子，再跟我哥哥的就去睡桥洞子。哎呀，这次多谢你啊，
虽然没能100%完成，但至少我姐的房子我拿回来了。举手之劳。不过你不要太顾忌我，还是按照公司的规划来吧。白家的合作该恢复就恢复吧。已经恢复了，不过我说的是你找我才恢复的。那个白芊芊应该不敢再找你麻烦了。哎，可可啊，跟你说个事，明天我有个家庭聚会，我们既然是一家人，就陪我去呗。我斗不过你，我让大家一起批斗你。这老斑鸠又憋什么坏？该不会又是三姑六婆那帮子人吧？妈，我明天有事儿。哎呀，我老太婆都主动和解了，你不会一点面子都不给吧？是不是还在耍小心眼呢？好，明天我陪你去。哎哟，你怎么这样就进来了呀？都居住在大都市了，腔调总得要有的呀。我正值青春年华，套麻袋儿都好看，不像你们也没几年活头了，能享受点儿是点儿吧。你怎么这么说话的？一出门就咒人死啊？我一咒你就死啊？那你的命也太薄了。你就别跟我这儿媳妇争了，她那张嘴可厉害了。哎，我来吧。这个清酒冻半头鲍来4粒，鳟鱼汤来1份。哦，他家的蟹子也很不错的，还有长江蟹也来4个吧。怎么都点的肉呀？我最近消化不好，我来点个素的吧。鸡松茸炖竹荪来1份。就这样下单吧。你三姑和六婆呀，都是美食家，就不用看了。看也没用，不合胃口。哎呦，现在时代真的变了，搁我们那一辈啊，晚辈要斟茶倒水伺候着呢。那咱们今天就按你们那辈的规矩来。真的吗？真的呀。那感情好呀。我看你们家媳妇儿也没那么难管呀。按老规矩来说，晚辈要服侍长辈，长辈要庇护晚辈，就像大树一样替晚辈遮风挡雨，是不是？那肯定的了。一共18600块，请问哪位买单？三姑，我们这里面就属您辈分最大，谢谢您啦。不是吧，美兰，你不是说要敲你媳妇儿一笔的吗？蛤蟆，是三姑说的这样吗？三姑，你不会是付不起吧？你付不起还请人吃饭呢？哎，真是可怜你把老骨头了，得刷多少碗才能恢复自由啊？行，我还有事儿，就不陪各位了。你勒索我？这个表情肯定有事。我这过得跟过街老鼠一样，他倒好，拿着最新款的手机。什么意思啊？你讹我？好，一会儿停车场见。他被人讹？哎，嫂子，好久不见啊！王大宝，怎么会是他？不是让你有多远滚多远吗？诈尸啊！自打弟弟换了地方，日子不好过呀，这不来找嫂子想想办法吗？还是嫂子懂得疼人啊！王八蛋，看我不打死你！你个混蛋，你去死！谁他妈的！钟岩不容易啊，跟秦可那个骚货搞在一起，居然还能记得我的名字呢。钱呢？拿来！我没钱。坑了我这么多钱，你说没钱？走，跟我去派出所！别放手！是秦可让我陷害你的，我1分钱都没拿到。你说什么？他说你和你妈那些钱都是昧着他姐的买命钱，他让我设计的，我可没拿到1分啊！他让你骗你就骗，你有没有想过我会多惨？我都管不了自己的，怎么管你啊？王大宝，你到底有没有喜欢过我？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？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各自飞。何况我们不是夫妻，我们最多床伴。啊！你们不让我好过，我也不会让你们好过的。这次改革很成功，总体盈利提高了30%，答应大家的分红奖金1分都不会少。
但是有一个负责人，他手下的酒店不仅没有盈利，还倒退了3个百分点。钟业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的酒店位置和设施没他们的好。不是吧？你那几家都在旅游地段，现在又是旺季，是最好营收的。你们又是网上宣传，又是优惠活动的，我当然抢不过你们。自己没有好的营销点子，就怪别人脑子活。按照上次的约定，你有2个选择：一是被辞退，公司会按劳动法给你赔偿，当然你有权保留股份；第二是自愿降薪降职。秦可，你别太过分了。公司有公司的规定，你别拿私人关系绑架我。你们真要听他的吗？我可是公司的老股东，别忘了，咱们可以一起投票罢免这个董事长。钟总，秦总接手以来，大家收入都增加了呀，真金白银跟流水似的进了口袋，下面的人也不抱怨，罢免他干嘛？就是，秦总做的蛮好的。你选吧。我选降薪降职。求求你了，美子，我有肝病，没有工作就是等死呀！冤有头债有主，谁让你受苦你找谁去？别给我整呼叫转移这码子事儿。我这也是没有办法，你就收留收留我吧。我看他挺可怜的，要不咱就……你咋跟二愣子似的？上次吃亏的不是你啊？你不是应该在监狱吗？怎么出来了？那钱是李德偷的，拿了钱都去赌了，我没花1分，被拘了1个月就给放出来了。你瞅我咋的？难不成我还要给你鼓鼓掌，说一声你真棒啊？都是自家亲戚，看他也挺可怜的，咱们不好太铁石心肠。我以后回老家怎么做人呢？那这样，以后他的工资从你的养老金里扣。是，你看到了吧？我妈不同意。我哪有说不同意呀？那行吧，那我们约法3章，以后不许你去思思那屋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你干嘛呢？我帮你擦擦灰。你出去吧，我这屋不用你打扫。好好好，我这就出去。姑姑，我打听过了，办理房产转让的话，不需要本人到场，你拿着这个就能把房子过到你的名下。真的吗？当然了，姑姑，你可是收留了我，我一定要帮你的呀。还是自家人靠得住。回来啦。哎，我问你个事啊，房子是不是在你名下？没有啊，我过到思思名下了。哎，你过到一个孩子名下干什么呀？防止有人惦记呗。而且我在过户之前还做了公证，等到思思18岁成年那天，他就有权自己处理这栋房子了。那你就是防着我呗？谁心眼坏，我防着谁呗？哎，不是，你俩搁这罚站呢？没点眼力劲儿。思思说想在这儿种一片草莓，你俩把那个种子和肥给我递过来。有病！哎呀，你俩咋毛了呲楞的？稳当点啊！这怎么有个坑啊？哦，刚才想做一个下沉式花园，但失败了，来不及处理，就先放边上了。不好意思啊，二位。我看你就是故意不提醒我们的。哎呀，你拿我挣钱的时候也故意没提醒我啊！又死里又死赖！你等着，你害了我和李德，我这次一定要了你的命！又不能掐死他，该怎么弄呢？对呀，我可以让他自己走丢，不惹一身骚呀。唉，他要是自己走丢了，反正他就是个小哑巴。不会说也不会问，还不认识字儿，肯定找不回来。思思，小姨去医院给你取药，一会儿你就待在房间里，哪都不要去，知道吗？如果那个王红梅要进来，你就把门反锁，不叫她进来，知道了吗？快回！思思，你终于肯和小姨说话了。哎呦，思思真棒！小姨取到药就回来啊。继续画吧。嘿嘿。姑姑，
你天天在家憋着多难受呀！我陪你出去逛街呗。逛了也不能买，又没钱。哎呀，那秦可在我这儿留了1个月的买菜钱，你就出去买呗。再说了，花没了我再跟他要，他还能让咱家全饿死呀？他舍得咱们，他也舍不得思思呀。倒也是。哎，说到思思，咱们把她也带上。这么小的孩子，自己在家多不安全。那就把她带上呗。太太，你真有眼光，这排都是我们这季的新品。哎呦，我说嘛，怪不得这么好看。多挑几件试试。是的呀。对呀，衣服要穿在身上才能看出来合不合适啊。姑姑，这件也适合你，你快试试。哎呦，会不会太多了？那秦可那么有钱，给你买几件衣服怎么了？再说等你买完，咱们顺便给思思带上几件，她不就乖乖掏钱了？那倒是。到时候咱就说童装贵呗，反正都是自家钱，你不花，那能让秦可花呀？有道理，小嘴巴巴。那我去试一下。快去试一下，姑姑，我带思思去买奶茶。好。思思，跟我走好不好？哎呦，衣服都扯坏了！你这孩子，阿姨带你去买好吃的，你装奶奶做什么？对呀，跟姑姑去吧。怎么，奶奶的话都不听了？走。还有这2件也很适合你。好呀，很衬你的肤色。你老是在这里待着，我就给你买吃的。你也瞎吧，好狗不挡道。王红梅，你真够狠的，居然想丢了思思。钟爷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不用紧张，我不是来戳穿你的，我是来帮你的。帮我？哎呦，你来的正好，帮我看看是红色的好看还是黑色的好看。不好了，思思不见了！什么？思思怎么不见了？我真是遭了什么孽呀！姑姑，你就别伤心了，当心急坏了身体。我怎么能不着急呀？思思可是我的亲孙女呀！我就只试了一下衣服，她怎么就走开了呢？都是我的罪过。不怪您姑姑，要怪也只能怪那个孩子太调皮了呀。你他妈的才调皮呢！你发什么疯啊！臭你算轻的！你领着思思出门又不看好她，我怎么赶上你这个乱七八糟、转世眼歪口斜的恶心人？秦可，冷静点！犊子，你自己的亲闺女丢了，你不出去找，在这帮她说话，你还有脸让我冷静？你们钟家人就这么冷血吗？思思也是我的亲孙女，她丢了我也心疼，警察不是去找了吗？王美兰，我告诉你，要是思思有个3长2短，我不会放过你们的。秦可，秦可，秦可，我调过这附近的监控了，拍到思思走到这儿，但是这里面没有监控，所以不知道她跑哪儿去了。你倒是真冷静，还能分析的这么头头是道。我是思思的爸爸，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爱她，没有人比我更担心她。别着急，我那个心理医生朋友说，有心理疾病和障碍的孩子最好带一块电话手表。上次见面的时候，我放了一块，咱们根据定位就能找到他了。幸亏你想得周到，不然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思思不是个乱跑胡闹的孩子，怎么会走丢呢？我看了监控，是王红梅领她进的小巷，不排除故意抛弃。她可是思思的堂姑啊，怎么能做出这种事？我原本以为坏只是性格上的一部分，但他们家从根儿上就坏了，基因是代代相传。就事论事，你不要老是攀扯家人好不好？我没把你家人脑子拧下来，就是给你脸了。你怎么还顺着杆子往上爬？跟我在这玩什么道德审判？再逼逼赖赖就滚下车去！就这儿了。这不是我家酒店吗？什么价格好呢？300万，300万刚好够还债。
也不能一分不正啊。太多了，会不会报警啊？哎呀，烦死了！周岩，把门打开。周岩，把门打开。该死，他们怎么找过来的？你没事吧？受伤没有？你就是这么当姑姑的啊？亲主你也管？哎，别打了，肯定是误会。对，我是在外面散步，看到了思思，我见她一个人，就把她带过来了。总比她一个人在外面闲逛好吧？别在那撒谎撂屁的，一天天嘴跟灶炕子冒了烟似的，啥都敢往外喷。既然找到思思了，为什么不带她回家？我偷了我妈的东西，不敢回家。我觉得这真是个误会，她害得咱们家房子都没了，她肯定不敢回家呀。她说啥你都信啊？脑子不好使就闭嘴，在后面唱马克巴卡。搞电信诈骗的都不敢像你这么张口胡说。既然思思找到了，那就回家吧。我看思思状态也不太好，先送回家休息吧。先回家，钟岩这些日子的房钱从你的工资里扣。走。思思，今天为什么要去小巷子啊？是王红梅吗？那钟岩姑姑呢？是他们合伙的，对吗？两个祸害人的玩意儿，我要让你们都滚蛋！我们再画一个小月亮，好不好？你看，一轮明月。喂，哎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啊，你帮我看一下思思，我有工作要忙。姑姑出去打麻将了，我来吧。啊，宝贝，你自己玩一会儿，爸爸去忙工作。这拖油瓶真的不会说话吗？我得试试，可别把我扔他的事说出去。喂，小哑巴，那天是你自己走丢的，对吧？听明白就点点头。你聋了？我跟你说话呢，听不懂人话是吧？记住，不管谁问你，都要说是自己走丢的。听哎呀，好什么丧啊，晦气死！姑姑，你回来了。怎么，今天手气不好呀？哎呀，别提了，全给你三姑赢去了。哎呦，你忘了，那大师说过的，思思还有思思他妈跟你八字不合，他这样哭法，恐怕是坏了你的运势。对，好像是这么说过。哎呀，别哭了，进屋找你爸去。再哭下去，我的财都给你哭散了。你说他会哭，怎么就不会说话？哎呀，他本来会说话，他那个死鬼妈死掉以后，他就不肯开口。我也看过医生，说什么心理创伤、精神疾病。你说一个小孩怎么那么多毛病？那不就是精神病？他再怎么说也是我亲孙女，我能说他，你不能说他。再说，我把他扔到哪里去？扔到外面去？人家要是知道我们家有个精神病小孩，那不还得笑死？那怎么办？他是我亲孙，总不能把他扔出去吧？要我说呀，干脆找个乡下的亲戚过继掉算了，你再抱个孙子多好。你怎么说话呢？她总归是我的亲孙女，她千不好万不好，我能骂，怎么可以扔出去？妈，刚才是思思哭了吗？你去工作了，思思想亲近你，想的不得了就哭了。思思，你怎么哭了？你打思思了？我没掐她，原来是掐啊！你没证据，你别污蔑我！你实话告诉我，你有没有掐思思？她摔倒了，我想拉她起来。我是个粗人，你们也知道的，我手劲大也是没有办法的。这事儿也没证据，要不就算了吧。合着不掐你身上，你不知道疼是吧？疼吗？
你皮糙肉厚的扛造思思呢？你等着，我会找到证据的。来，思思，帮忙。星期天幼儿园休息了，我帮妈妈做家务，是不是思思？思思，爸爸问你啊，今天你说王红梅堂姑掐你，这个事情是真的，还是你想出来的？那思思很疼吧？姑姑，你的燕窝来了。最近的燕窝怎么看起来和平时不太一样？姑姑，你以前吃的是印尼的金丝燕燕窝，现在呢，我给你换成了马来西亚的洞燕燕窝。这虽然贵了点儿，但是口感更好，颜色嘛也就白了一些。看着是挺不错的。可不是嘛，胶水加漂白粉一霍霍，玻璃碴子都能变汉白玉，何况燕窝呢？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年轻，没给你做，所以你心里不平衡呀？哎呀，你别理他，他哪吃过好东西啊？你给我做，我也不敢吃啊，我怕喝了那一碗胶水加漂白粉，直接从黑眼圈、黄皮肤、黑头发的黄种人变白人干尸了，妥妥一个物种变异、基因乱序啊！行了行了行了，别一大早上戾气就这么重。我心眼实诚，思思奶奶变老八竿，我总得拦着吧。你有话直说，别阴阳怪气的。还马来西亚，你这个燕窝呀，是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厂子的三无产品，30块钱一斤。要我说，你还不如直接喝胶水呢，更便宜。这怎么回事？这肯定是那无良商家骗我，我下午找他去。那这个账本总是你亲笔记的吧？你个老灯瓜，画画肠子满天飞，以次充好，谎报物价，私下卖了1万多块钱了吧？我好心收留你，你居然敢这么对我！姑妈，这里的进去了，他在牢里，可我还在外面。那些追债的总是找我，我也是没有办法的呀，姑妈。没办法，你也不能给我妈喝胶水啊！你别一有事儿就跪，你的波棱盖这辈子跟着你遭老罪了。看在咱们是亲戚的份上，你现在走，我可以不报警。就是，赶紧滚！好呀，你敢落井下石，你信不信我把你的事都说出来？你闭嘴！明明是你弄丢了思思，还拿假东西糊弄我妈，现在还敢往我身上泼脏水！哎，钟言，你别着急啊，让红梅堂姐把话说完。她的话有什么好听的？我赶她出去！走走走走，放开我！你居然敢这么对我！明明是你带走的思思，还想和……反了天了，你还敢打我！妈救我！哎呦，松开红梅，红梅松开！别靠去拉架呀！有热闹不看是王八蛋。再说了，我哪有力气拉开他俩？红梅，哎呦，哎呀！你最好乖乖离开，要不然我就报警，说你做假账，没我家1万多块钱，足够你坐牢了。你拐卖小孩是犯罪。我是思思的姑姑，我是领她玩去了，况且我也没卖她呀。你，哎呦，快让妈看看，这是打什么架呀？行，我走。不打啦，没劲儿啦，我给你们加加油。哎呦，你走吧，就当我没有你这个亲戚。疼不疼啊？钟言，刚才你们说思思那件事儿是咋回事儿？我没听清。设计我们内斗时，等着。妈，我趁你睡着，拿你的手指偷偷按了手印，
我不敢回来，就是怕你骂我。哎呀，傻孩子呀，回来就好，别再折腾了，安安生生过日子吧。哎，你那个富二代男朋友怎么样啊？什么富二代呀？他就是个冒充有钱人的骗子。我这次上当，就是他和秦可那个贱人合伙起来给我下的套。哎呀，这秦可怎么这样？老合着外人欺负自家人。他就是借这个事情把咱们家的房子给弄过去的。哎呀，咱们斗不过秦可的，你哥的工作还攥在人家手上，前段时间呀还降薪降职了呢。他不就是因为有钱才横的吗？如果把他的钱拿到手的话，怎么弄啊？他不是和我哥结婚了吗？那他的钱，他的收益，是不是该有我哥的一半呀？凭什么让他一个人都揣着呀？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？我找个靠谱的律师，再把他的钱给弄过来。秦小姐，根据婚姻法，您的本金是您的婚前财产，但您投资后产生的收益呢，是您和丈夫钟业先生的共同财产。您独占收益的行为构成了侵权。哟，心眼话也玩不过，大母狼穿衣服开始装人了，还找了个律师呢。律师在这儿呢，叫我正式点。我们依法要求你归还所得，你还想违法不成？我以为你是秦淮河的挑三招子，只会写淫词艳曲的，没想到你还会说两句正经话呀。秦小姐，我方是带着诚意和法律依据和你谈的，希望你配合。如果闹到诉讼的层面，一家人脸上都不好看吧，对吧？别跟他废话，秦可，你要么把钱还回来，要么咱们法院见。法院见？怕了吧？我怕你们败诉，在法院里哭。你也就是嘴巴厉害。您是专业的，就不用我多说了吧？婚前协议？结婚前，我和钟业签过婚前协议，我的个人财产以及产生的一切收入都归我个人所有，和你们钟家没半毛钱关系。你们要是不相信的话，可以申请笔迹鉴定。既然如此，我就不打扰了。拉吹了吧？钱啊，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挣的，老惦记别人的口袋儿，你俩干脆上街要饭得了。妈，你这个儿媳妇娶的也太亏了，一毛不拔，咱们家还一直亏钱。哎呀，我这是什么命哦！既然从法律层面搞不了他，咱们可以从道德层面击垮他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妈，人言可畏呀。距离上次的会议，华夏旗下的连锁酒店再次盈利，说明大家都很努力，所以我决定今年的年终奖按原基础的 1.5 倍发放。自从秦董来啊，咱们公司都活了。你们怎么来了？你们秦董欺负我们母女俩，想活生生饿死我们啊！老头子啊，带我走吧，儿媳妇要了我的老命啊！你看看你们这公司那么大，那么气派，你的好儿媳妇一分都不往家里拿钱，你叫我怎么活呀？这是干什么呀？不是还有我吗？你2个月都没往家里拿钱了。你可别瞎说，之前钟岩住酒店赊账的几千块，还有他借钱欠的利息，都是钟业补上的，当然没钱给你了。你别说我哥没钱，你就不管了吗？你俩说话咋秃噜反账的？跟我在这憋着坏呢是吧？法律不好使，我要情绪流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今天当着那么多老总的面，我必须讨个说法。要么我们散会吧，你们家事儿自己聊。别呀，这娘俩穿这么大一节目，不看白不看，又不收你票钱。妈，回家说。你们看看，我儿子脾气好，
那我的国这毒妇呀，难道你们真的要看着我被欺负才会愿意为我出头吗？秦总啊，虽然她不是你亲妈，但结了婚就不分你我，赡养婆婆是天经地义的。我这里有份文件，你们看看，这是我的个人账户和支付软件的银行流水，里面详细记录了我每个月的家用情况，衣食住行哪一样不是我花钱？你说我想饿死你？燕窝、海鲜、阿胶，我哪一样不是像流水一样供着？至于你钟岩，30好几的人了，还不出去上班，靠嫂子养着，还好意思出来闹？钟岩，之前对你进行降薪降职的处罚是公司的规定，你的个人账户补贴钟岩闹剧的漏洞是你自家事，我也没有干涉吧？怎么，你瓜分了我姐的钱，还想抢走我的？别说了，我明白。要么你带着他们俩滚出去，要么我叫保安把你们抬出来，你选吧。等我剪辑完，你就等着被网暴吧。妈，咱们上热搜了。什么热搜呀？不知道谁把昨天咱们的事情录下来，发到了网上，讨论热度好高的哟。是你搞的鬼！你别胡说，那个拍摄角度只能是你。是我又怎么样？你自己做得出，还怕别人议论呀？你们恶意剪辑颠倒是非，事实就是你被网暴了。我好心教你个办法，你呢发个道歉视频，再把钱交给我和我妈，然后我俩呢再抽筋谅解你，事情就完美解决了。你打，你敢打？要是敢打呀，我就把肿脸的视频发到网上，看你还洗不洗得白。不拿出点真格的，你还真以为自己了不起？哎呦，还是你厉害！要是换了你哥呀，哼哼，我们家早就变穷光蛋了。哎呀，好久没有这么畅快的逛街了。就是，那条裙子虽然贵了点，但是穿着显得我的腿可长了。回来啦！你们哪有钱逛街？我新办的信用卡，10万额度呢。哎，你先别拿出质问别人的样子。什么时候交个财产？看来你们是逛得太开心了，都没工夫看手机了。爷爷怎么全是骂我们的？你们颠倒是非，我只好把完整的监控录像公之于众了。又想立牌坊，又想吃干抹净，咋的？不愿的恐龙化石都是你们嗦漏的呗？都是一家人，你何必做这么绝？是你先使阴招的。一天到晚嘚瑟的，还以为自己多机智呢。秦可，你先把视频删了。你是怡红院的客人呀，提上裤子去装好人，犯了错呢，要学会自己负责。你要感谢上天给了你一个好哥哥，你犯的错，他给你擦屁股。儿子，怎么回事？这次的事件对公司的形象大打折扣，造成了几千万的损失。公司决定向你们起诉追责。天哪，疯了吧？你们是开酒店的还是黑社会帮派的？是黑社会那就简单了，现在是法治社会，你们等着赔钱吧。几千万，我们上哪儿去弄几千万给你？很简单，用中业的股份抵账就行。儿子，你可不能签呀，这是咱家最后的保命签。现在就是保命的时候，就算你不签字，法院依然会强制执行，股份依然会被清算。哥，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都是你作的。现在你就是公司的普通员工了，公司方面我不会为难你。哦，对了，我还有一份文件需要你签。我们离婚吧，我姐的东西我都已经拿回来了，你让我把思思带走，我会给你们留一笔钱，能不能靠这些钱东山再起，就靠你们自己的本事。离婚？我们本来就是契约婚姻，现在我的目标已经完成了，就不要再纠缠了，反正你们家也不欢迎我，不如大家都痛快些。
婚可以离，思思你不能带走。不带走，让她跟你们过负债的日子吗？你扪心自问一下，你妈、你妹，哦，还有那个小绿茶白芊芊，能照顾好思思吗？不许离婚！妈，你不是希望他们离婚吗？你闭嘴！如果你肯离婚，我就抹脖子上吊，我说到做到。妈，你为什么拦着他们离婚啊？咱家现在日常开销可都靠着秦可呢，如果真离婚了，咱家可真吃不上饭了。也是，就我哥现在那点工资，哪够养活他们一大家子人呢？你还好意思说？你都多大了，还不出去工作，整天吊儿郎当的。那我不适合坐班嘛，要做也得做老板呀。哼，你就做梦吧。我没有做梦，我计划开个美容院，现在还差个合伙人。哼哼，你别看我，我可没钱。有一个人正合适。听我爸说，你自己开了一家公司，本地户口，名下还有做独栋，条件蛮好的。其实我感觉我也挺喜欢你的，那么咱们一起尝试交往试试看。哎呦，就他这条件，怕是配不上我这干女儿吧？走。干妈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听说你在相亲，我过来帮你把把关。现在公司什么规模呀？手底下有多少人呀？大概有20人左右，年底应该可以扩展到50人。哦，那也不多嘛。你现在一个月赚多少钱呢？阿姨，我是来跟芊芊相亲的，不是来面试的。你怎么说话的呢？看你这肥头大耳的，可比不了我家中叶哦。我觉得挺好的呀。外面停的那辆迈巴赫是不是你的呀？哎，你们这是干嘛呀？哎呀，你这么好的条件，怎么着急相亲呢？那我们还聊不聊了？不聊了，不聊了，你走吧。哎，帅哥，咱俩加个微信呗。不用了，谢谢。切，有眼无珠。芊芊，之前是我家对不住你，耽误了你这么久，你真的不等中叶啦？关我什么事儿啊？我也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啊！呸呸呸！什么死不死的？这次可是秦可主动提的离婚，肯定能成。这不啊，为表诚意，我都把传家宝给你带来了。那他们什么时候离婚啊？哎呀，秦可把钱全带走了，总归要找到活路才能办手续，不是吗？什么意思啊？我想开一个美容院，等挣了钱，我们全家就不用从秦可手下讨生活了。我妈贷款了100万，现在还差200万，你能不能入伙？我倒是有，只是你这保准吗？我都打听过了，肯定挣钱。到时候你和我妈就是老板，我妈就是店长。哎呀，别犹豫了，这可是你和我哥的共同产业，难道你就不想为未来家庭攒个小金库？好，我入伙。少爷请你吃饭，你就选这么个摊子。这才叫生活。我们东北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？吃饭要吃7分饱，剩下3分给烧烤。从来了这儿我就没吃过正宗烧烤，可把我馋屁了。你还是不适合这里，想没想过回去？那必须得啊！但是我要把思思带回去，不过他们家不会轻易放手。有需要的话，你告诉我。你会不会觉得我特别表啊？咱有话直说啊！我现在的身份是已婚，没有办法给你任何承诺，却还得一直麻烦你。但你很坦诚，你要做的事情都很清楚地告诉我，而且也会一直尊重我的立场。我很感激，我会一直等到尘埃落定的时候。谢谢你啊！吹一个，干！这3无产品该不会过敏吧？烂脸怎么办？思思呀，姑姑买了一些超好用的面霜，给你擦一点，保证脸白白嫩嫩的。
怎么这么不识货呀？这要是放在我美容院，得卖598一瓶呢。乖。哎，你干啥呢？看来这好东西你们是无福消受了。你这大包小篓的是要干啥？逃荒啊？通知你一下，我和芊芊合伙开美容院了，以后就不靠你了。那感情好啊，没了你吸血，我的血小板都松快了。明天我们开业剪彩，你来参加一下，增加人气。谢邀不去，你是见不得我成功吧？劝你啊，乖乖到场。毕竟啊，我们家经济状况好了，才可能放你离婚。穿得这么隆重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老板呀。秦可来了，感谢捧场。裙子好漂亮呀，我就不敢穿这种领子，会显得膀大腰圆，特别壮。嘿，我就是膀大腰圆，看起来招人投机，一拳一个小朋友，不像你那么柔弱，连蚊子打个喷嚏都能给你崩飞了。哎呀，今天开业，你不办张卡支持一下我们呀？我的钱可得花在刀刃上，你们这种唬人的东西就算了吧。秦可，今天第一天开业，你怎么拆台呢？行，我说错话了，我自罚离场。哎，别呀，妍妍跟我说啊，你今天来是特地为我们增加人气的。那我觉得呢，现场还差点气氛，要不你上来拉一手吧？说不定呀，还可以给我们增添更多高端客户呢。你们把我当啥啊？隔着表演节目呢？哎呀，他哪会呀？你要是让他表演一个大秧歌呀、喊麦什么的，他可能才信手拈来吧。起开！别为难自己了，要是只会拉小星星，还是别展示了吧。没想到你琴拉得这么好，好久没拉，生疏了。张明远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是贵公司的投资方，是来找秦董聊工作的。哦，我忘了，你好像已经不是股东了，自然不用管着上面的商务运作。我看你就是来偷人的。你是那老乌鸦还是老家乔啊？看谁都像谁。有没有人来管我？我起不来了。哎，对不起啊，我忘了下午还有个会，这裙子可不能脏。我先走啦，生意兴隆。这个是中颜他们美容院的产品，之前中颜想给思思抹，被我拦住了。这上面也没有成分表和生产厂家呀。我记得你们公司有投资护肤产品，能不能帮我打听一下？这个简单，有消息我告诉你。时间还早，我们一起去接思思吧。你怎么知道我今天在中颜店里？是思思发信息给我，这个也是思思发给我的。看来我送她电话手表挺好用的。你怎么还设置成屏保啦？好看呗，我们还没有合照呢。思思，有人来接你了，他是你的家人吗？小姨。嘿，你在这儿干什么呢？我有话跟你说。哎，你弄疼我了！你进屋去，快点走！你和张明远是什么关系？我和他清清白白，况且我们是契约婚姻，你别在这发疯，松手！我反悔了，
我们能不能做真正的夫妻啊？你是真敢想啊！你们已经害死了我姐，还想拉上我？你是坏肚子把脑子给拉出来了吧？跟我装什么百人梦想家呢？你是我老婆，你一而再，再而三的在别人面前羞辱我，我受够了。你是王八翻壳子反了天了你！说，以前有没有这样打过我姐？那是他活该。我原本以为你只是一个没有用的妈宝男，没想到你已经烂到骨子里了。你们全家真让我恶心。要是他不惹我妈生气，总是抱怨，我为什么要打他？我打他是为了让他变得更好，这个家更和睦。原来你才是我姐得抑郁症的原因，连最亲近的人都成为了敌人，她该有多绝望？怎么了？金河，我要是抱不上孙子，我跟你没完！我才跟你们没完！没事儿，小姨不疼。思思啊，你诚实的回答我，你爸爸之前有没有打过你妈妈？爸爸打妈妈哭。那他打过你吗？有时候凶。思思，如果我和你爸爸分开了，你愿意跟我走吗？我们会去一个很远的地方，那里的冬天会下很厚的雪，比你还高呢。只是你可能永远也见不到爸爸和奶奶他们了。我一定带你离开。这个面霜的厂子是黑作坊，根本没有生产资质。这些都是什么成分？里面的水杨酸、铅和汞都严重超标。刚开始用的时候，皮肤的确会很好，又白又亮，但是久了之后就会引起严重的过敏反应，也就是烂脸。这不是害人吗？钟岩也挺有本事的吧，能找到这么偏僻的厂子，而且这个面霜一点可取处都没有，所有的雷都被他踩了一遍，人才。妈，买这么多东西啊！哎呀，店里的生意可火爆了，多亏了芊芊的帮忙，好多富太太小姐来办卡。哎呦，看咱们家比以前更好啦！妈，这是我芊芊孝敬你的天然的养殖貂皮，你看这毛色多亮啊！对，貂毛那不是我们那旮瘩的特产吗？我还以为你不喜欢我们乡下的玩意儿呢。哎呦，还是我女儿和干女儿对我好，不像某些人啊，连条丝巾都没给我买过。我那些燕窝阿胶都喂了狗嘴里了，还是你得了老年痴呆不记事儿啊？那些东西才几个钱，这件大衣20几万呢。这才几月份呢，就大棉袄二棉裤的，小心捂出一身痱子。捂出痱子那也是富贵病。周岩，你家生意这么好，是不是因为上次你想给思思抹的面霜啊？那是当然，你和思思不识货，现在想用我还不给了呢。哎，还是格局小了，早知道这么火爆，定价998了。哎，那你咋不给妈试试呢？对呀，你怎么不给妈拿一瓶啊？妈，那是第1代产品，等产品升级了再给你。哦，第1代的。哎，这不是有现成的吗？给妈用了。等着烂脸吧。姐，您这皮肤真是越来越好了，白到我都红眼睛了。我也觉得，待会儿我走的时候啊，再带一瓶。好嘞。你来干什么？你就是这么招待客人的？你是来消费的吗？自家生意当然要照顾一下，你不给我推荐一下商品？哎呀，你这个脸呐，又粗又黄，我恐怕10次美容套餐都弄不好哦。那你们家产品也不咋地呀，效果那么次还出来卖？虽然你底子不咋样，但我对我们家的产品还是有信心的。我安排人给你做一次，好用你可要办卡。不急，我先看看。出来！啊，怎么了？睁大你们的眼睛看看，你们的产品把我的脸弄成什么样子了？你凭什么说是我们搞的？我只来过你们一家美容院，用过你们的产品，还说不是你们吗？
没事没事。这位妹妹啊，除了我们家产品，你是不是还用别家的产品涂过脸啊？我只用了你们的面霜，你们自己用你们自己的产品吗？我只用国际的。你们自己都不用的东西还敢拿出来卖，赔钱！姑娘，他们家东西挺好用的，你会不会用了其他东西啊？刚开始的时候效果确实还挺好的，但是用一段时间之后就开始烂脸。不信你照一照镜子看一看。呀，我以前不这样的。哎呀，你们都买了他家的面霜吧？这样闹是没有用的，你们得拿着产品去做检验报告，到时候一告一个准。秦可，你是故意来拆台的吧？我是来消费的，但现在可不敢喽。你们2个人赔钱，也该用你对付我的方式回报你。不要对他说，看我的脸都被你们搞成什么样子。妍妍，这个月的盈利到了没有啊？要还贷款啊！都几点了？赶快起床了，还不起来？妈，你脸痒痒啊？关你什么事啊？乌鸦。妈，谁想好痱子长脸上啊？你咋这幽默呢？对了，你看新闻了吗？怎么了？这不是妍妍的美容院？哎呀，别挠了，去医院挂个号吧。托你闺女的福，医院皮肤科的 GPD 肯定很好看。不可能，你造谣！妍妍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快点出来！别理我，让我自己待着。哎呦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哦，对了，我的钱！住院人呢？你小姐妹搁屋里呢，她想一个人待着，门还给反锁了，你可千万不要进去哦。我投了这么多钱，你居然买3、5产品，我也是想给咱们节省点开支嘛。我看你是自己脱了吧。你想杀了我呀？我杀了你！你看你家这边就没好事，你个死婆子还拉偏芊芊，你怎么这么说我？那个，我插一句嘴啊，你们还打不打了？我看的实在是太开心了，但是呢，我有点憋不住了，能不能先容我上个厕所先？闭嘴！好嘞，那我再忍一下。我投资了200万，限你们1周之内还给我。合伙做生意本来就是风险共担，凭什么还给你？哼！你真以为我是傻白甜啊？我们的合作合同、购买合同我都留着，我付的是购买正规产品的钱。你购买3、5产品的事情我并不知情，所以你要负全责。如果不还钱，我就告你们。哼！白芊芊的200万，你们的100万，再加上顾客的退款、退卡、治疗赔偿，加起来不得4、500个 W 啊？拿啥还哦？思思，你开不开心啊？开心。思思越来越愿意说话了，说明你真的很用心在陪她。我也喜欢你呀，你是思思第2个愿意说话的人。对啊，思思，你这么愿意跟我说话，那以后多跟我说好不好？看来是美容院的受害者干的，这个家是不能再住了。我姐的东西我要全都带走。这么突然，你带着思思怎么落脚？要不去我家？我还没离婚呢，庄家人知道不得闹翻天。我还是先住酒店吧。你要干什么？你之前动手的事，秦可都跟我说了。你要再敢胡来，别怪我不客气。你每天跟我老婆混在一起，还敢跟我说不客气？我跟秦可清清白白，思思可看着呢。思思，到爸爸这儿来，来，过来。好什么好？小姨，我怕。没事啊，思思。思思会说话了。思思，这爸爸。你要干什么？秦可，我求求你，你帮帮我，思思你带走。下楼说吧，我也不想让思思看到自己的爸爸这样。宁远，你陪着思思。我实在是没有办法，能卖的全卖了，
房子在思思名下，我已经筹不到钱了。你别像个大冤种一样，钟岩的事儿跟我无关，是他自己作死。我知道，白家现在也不肯帮忙了，只有你能帮我了。怎么帮你？你帮我还清债务，咱们俩离婚。思思你带走。你别整这死出，你凭什么觉得我和我姐会永远为你们的错误买单？好歹夫妻一场，你帮我一次，我保证我再也不纠缠你。法院不是判你们分期赔付吗？我可以先给你们第一笔，也就是100万，其他的你们自己想办法。100万太少了。你家里人是没手没脚啊，还是植物人呐？都不能出去工作了吗？你妈这个年纪在酒店做保洁，1个月还6000呢，全指着我给你出。脑血栓2级都说不出你这么脑残的话。再加点。行，你想拖着也没关系，我可以起诉离婚。以你现在的经济状况，法院肯定会把思思判给我。从此以后一别两宽。别整这文化人，还一别两宽，滚犊子吧你！酒店的业务交接完了，我姐的东西也邮回去了，我们回东北。好。哎，这个箱子是谁的？我也想家乡的炖粉条了。来，思思，我们回东北看雪喽！雪花老大喽！呀，你都会说东北话了，思思真棒！回家看雪喽！